今年的第一把啊，先来把数值给大家解解压。出门直奔对方红区，因为对面是艾克，他前期很弱啊，我们得去给他点压力。但是吧，这个艾克啊，他居然出现在了我的红区。虽然艾克这个版本啊，确实比以前强不少，但是啊，你主动进瑞文的野区有点过分了啊。但是来都来了，换了吧，先把这个红打着再说。像我之前就说过啊，艾克这个英雄，他只是看似很强，因为你遇到那种会玩的啊，基本上都是小戴的意识和操作能支撑起他玩艾克这个英雄，所以当你遇到的时候会感觉啊，艾克好强。但你要是同段位下啊，你掏这个东西还主动啊入侵瑞文，那就想多了，知道吧？这样玩只会把队友给带崩。等我反完红再来啊，这边的话队友已经打完了，目前来说是1换1。然后这边的话露露要记了，我们赶紧支援击飞 A 一下，收掉卡拉丁啊，带出这个艾克，这个艾克还惩戒回血呢，一回个蛋，真把自己当小戴了啊！小戴都不敢这么玩，竟然主动入侵瑞文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艾克了，必须让他看一看什么是数值。随手进个蓝区啊，顺便补个艾克，这下真天赋开局了。锤石还来支援啊，勾了我一下，然后海闪跑了。数值高就是好啊，你要换了杰哥对吧？4级被他勾了，他肯定不会跑。然后这个艾克被我反野反的只有3级，如果正常刷的话，至于这样吗？非得入侵，我再来赌你一手。不过他居然回家了，那就只能来中路啊抓这个卡拉丁了。对面也是抽象啊，打野艾克中单卡拉丁，生怕前期不崩。然后果然对面终结联动啊，不过这个伤害的话有点幽默，这波没有大招，我想把他们逼走，结果这个伤害还挺高，把艾克大招都逼出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再逼卡拉丁一个闪，因为这把对面是艾克啊，前期比较弱，所以这个资源的话我们不放，就是他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，争取拿双资源。这里先斩狗头啊，这边的话维鲁斯应该没事，拿完先锋，对面还想换龙，换是换了，但是我的目标不是龙啊，是杀人，先把锤石秒了。然后这边的话艾克的伤害啊很低，不如我的2下平 A， 所以玩艾克这类英雄啊，也包括杰，要学会避其锋芒啊，不要看别人小戴玩个艾克啊很帅，你的胆子也变大了。虐菜的话啊，玩这类英雄确实很爽，但真上分啊还得看数值怪。这里野区逮捕劳丁，在这个版本啊，后期英雄都是还在幻想，换成以前啊，拖到后期的话，那确实可以，因为以前啊前期英雄到后期会变弱，但是现在吧啊，随着这个数值的膨胀啊，前期英雄后期装备起来之后呢，也能秒你，所以你坐15分钟的牢，你图什么呀？不如都选数值怪啊，前期就开始互砍，谁砍赢了算谁的。这里艾克还在还债，现在想发育晚了。至于现在啊，瑞文的装备，第一件的话，我更喜欢黑切，因为黑切更肉一点。反正瑞文前期的话不缺伤害，3项能杀的黑切也能杀，反而黑切更肉，400生命值，尤其打那种啊第一件裸护甲鞋的，比3项好用多了。很多时候前期对拼就靠黑切这点血量一丝血活下来了，所以想一想有点后怕，于是后面我都做黑切了。后面的装备就不变啊，就是把这个3项换成黑切了。至于你问我啊，瑞文现在还强吗？强是强，但是看胜率的话，它是属于倒数的，所以削弱的话是不可能。更何况后面还有皮肤呢，花木兰皮肤马上就要上了，所以瑞文是不可能削弱的。虽然很多人都骂这个英雄啊数值太高了，但是你上手之后你会发现啊，他最大的痛苦就是后期太依赖闪现，同时你的队友呢又不听你的话，你说没闪了等会再打，他们当二防风冲上去打，然后你会因为没有闪现啊没法 Q 闪，导致进场进不去，然后团输了啊！不管你前面怎么乱杀，团输这一波那基本上就没了，这也就导致瑞文啊胜率不高。所以这个英雄啊它并不适合护秒版本，它更适合半肉版本。实在是这个护秒英雄吧太极端了，要么乱杀要么被乱杀。你要说技术博弈的话，其实最大的博弈就是谁第一时间先手把技能灌进去，很少就是对吧考虑什么躲技能巴拉巴拉的，就是无脑上啊，把自己的技能稳准狠全放出去。就像这一波我们 Q3 卡拉丁，要不是因为大天使啊早就给他秒了。所以后期英雄啊真的很幽默，前期爆头璀璨，后期的话大概率也是爆头璀璨，想跟以前一样后期力挽狂澜啊是不可能的，哪怕是下个版本耐久度增加了。但是我在体验服玩了之后啊，发现伤害还是有点溢出，5级之前的话还行，到后面等级装备起来之后呢，跟这个版本其实差距不大，该怎么秒还是怎么秒。就像这边我们只需要一个大招下就没了，然后这边的话过于兴奋啊，被这个锤石带到泉水里了，我这一浪不要紧啊，队友直接团灭了，那完了不会被翻盘吧？为了防止对面啊翻盘，我只能把他们全杀了。这里大招 Q 闪一个平 A 秒掉这个后期啊法和的艾克，再往前面砍啊，再秒的这个辅助锤石，然后发育了18分钟的卡拉丁，他终于来了。这个伤害的话确实很高啊，我们血条掉了不少，他开金身等技能 CD， 我们只能被迫捅他一刀，只是这一刀呢捅的恰到好处啊，给他秒了。这个就叫操作，
虚假的操作，移形换位啊，三花聚顶，然后被当路边一条。真正的操作啊，一刀999。就像端游啊调侃铁男玩家，铁男玩家唯一的操作啊，就是开局选到了铁男。润文要好一点，主要操作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进场。